欢迎回来，我们的海岛树合成。在正式开始前呢，我们首先要订阅本期规划与建造所需使用的模组与资产。并在内容管理中开启新订阅的模组，然后重新载入第一期实况结束后的树合成存档。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上期结尾时呢，我们对城市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美化，所以财政呢就会比较吃紧了。当然了，如果我们让城市快速运转一段时间，财政盈余是会慢慢多起来的。但是单单靠等并不能解决来钱慢的问题，提高树合成的周收入，才能更好更快地建设我们的海岛。比如我们可以利用现在高涨的住宅与商业需求，继续扩展城区，以吸引新的市民定居，增加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税收总额。不过呢，新的住宅与商业区所带来的税收也是非常有限的。想要让树合成真正的富裕起来呢，我们的目光应该聚焦在产业二字。产业指一个经济体中有效运用资金与劳力从事生产经济物品的各种行业。通俗的说，产业就是指社会生产，只有社会生产才能创造财富。税收的本质正是对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一个社会的产业越发达，可以分配与再分配的财富就会越多，这就意味着能收上来的税款才会越多。经济学上呢，通常会把产业分门别类。一般而言呢，产业可以分为3类，分别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类历史上许多城市或聚落的兴起，均是从第一产业的出现开始的。中国古人将这一现象形象地称之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今，我国同样根据经济学惯例与历史传统，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当中，将第一产业定为5类，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那现在呢，树合成恰恰处于城市发展的初期，我们自然需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游戏此时呢，也刚好解锁了2级的农业区，正等着我们大干一场。综上所述，本期树合成的规划主题便是第一产业。那么树合成第一产业的规划，就从修正农业区的上下高速的路口车道连线开始吧。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在上部初期建立的农业区只有几块农田，因此保证其出口时没有交汇车流即可。本期的改动则是为了服务于一个完整且运转顺畅的农业区。那么万事俱备，但只剩1万，囊中羞涩，时不我待，建设先行，全球信贷6万克朗，立刻入账。有了钱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调整农田连接道路的方向，把它们从靠轨道的一侧换到靠山的一侧。做完了前期的调整工作，在正式扩建农业区之前呢，我们不妨借这个农业的简单图示来为大家说明都市天际线工业区 DLC 是如何模拟工业系统，以及这一不够真实、不够合理的简陋机制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顽疾。首先，我们看到游戏将农业生产分为3个阶段：一、开采设施生产原料粮食，产出1级工业原料。这些开采设施只要修建在有沃土资源的土地上，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产出粮食。同时，游戏机制是允许亏本进口粮食的，这里我们先埋一个伏笔。2、加工设施对粮食进行再加工，产出2级工业制品。这些加工设施必须要有原料粮食的供应才能进行加工，产出面粉和动物制品。请注意哦，游戏机制不允许进口面粉和动物制品，但允许面粉和动物制品出口。
这里我们还得再留一个伏笔。3. 独特工厂对一级工业原料与二级工业制品同时进行深加工，产出三级工业制品，游戏里将其称为奢侈品。奢侈品是无法进口的，可以出口或者供应本地商业区售卖。这里是最后一个伏笔。好了，那么我们先来揭晓伏笔，再来扩建我们的农业区。假设一种情况，已知农业原料粮食可以出口盈利，如果农业区生产的大部分粮食都出口了，加工设施为了保证产品线不断，就必须要额外进口粮食，否则它就会因为没有原料而停止生产。已知游戏机制不允许进口面粉和动物制品，如果加工设施无法及时供应独特工厂，哪怕独特工厂亏本进口原料食物，因为它缺了面粉和动物制品，一样无法生产出奢侈品，进而又会导致本地商业区需要奢侈品供应的商店缺货，时间长了商店也会倒闭。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以上描述的过程并不是假设，而是对几乎所有工业区 DLC 玩家都遇到过的那种非常经典的原料都出口了，二级工厂和独特工厂总是没原料，商业区总有商店喊缺货的情况的详细解释。我们从头梳理这个几乎完美的崩坏过程后，不难发现，所有问题产生的源头在于游戏里所有的一级工业原料与二级工业制品都对出口盈利有着很强的执念，甚至可以说出口才是天际线工业机制优先级最高的选项。问题在于工业区 DLC 的加持下，再加工与深加工能够带来的利润是远超过出口一级工业原料的。但是，一旦原料供应不足，整个工业区 DLC 引入的现金奶牛工业体系基本就作废了。此外，工业区 DLC 新增的仓库设施亦对出口盈利有着一样深的执念。面对为独特工厂供货还是出口的选择题时，他们永远都会优先选择出口。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区 DLC 新增的农业、林业、矿业与石油业其实都采用了同一种机制，甚至图例都是一个样子。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农业或林业这样的第一产业一定是以本地供应原料为先的，而矿业或者石油业这样的第二产业当然可以原料全部进口，在本地做转口加工贸易。都市天际线将第一产业的发展机制和第二产业的发展机制混为一谈，既不真实也不合理，给玩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简而言之，对出口的执念就是都市天际线工业区 DLC 机制的顽疾。那么这病有的治吗？当然有。幸好我们还有创意工坊上许多第三方开发者继续改进与完善都市天际线的游戏机制，使用区域限制服务这一模组，我们就可以根治这个顽疾。下面我们就来以农业区为例，实际操作与演示区域限制服务模组在工业区 DLC 里的应用。第一步，设置农业开采设施的供应链关系，在出口选项卡下关闭所有本地区域与所有对外连接，然后将鼠标放置在小型谷仓上，可以查询到此建筑的 ID， 接着在供应链这一栏输入此 ID，最后敲击回车完成设置。剩余的农业开采设施的设置，我们只需要把鼠标挪到第一个设置好的农田上，使用 Ctrl+C 复制属性，再用 Ctrl+V 粘贴到其余农田即可。第二步，设置小型谷仓的供应链关系，在进口选项卡下关闭所有本地区域与所有对外连接，在出口选项卡下关闭所有本地区域，保留所有对外连接，同时将区域服务设为无，最后敲击回车完成设置。第三步，设置农业加工设施的供应链关系，在磨粉机进口与出口选项卡下均关闭所有本地区域与所有对外连接，然后在进口选项卡下的供应链一栏中输入小型谷仓的建筑 ID， 最后在出口选项卡下的供应链一栏中输入存放面粉的仓库场建筑 ID， 同时将区域服务设为无，敲击回车完成设置。另外一个磨粉机的设置可以直接复制前一个完成的。同理，牛棚的设置方法与磨粉机基本是一致的，唯一的不同是在出口选项卡下的供应链一栏中需要输入存档动物制品的仓库建筑 ID， 最后敲击回车完成设置。第四步，设置仓库场的供应链关系，两个仓库场均在出口的选项卡下呢打开所有本地区域与所有对外连接，在进口选项卡下呢关闭所有本地区域与所有对外连接。完成设置后呢，按下 Ctrl+D 快捷键关闭 EDS 设置状态。在等待财政盈余累积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来复盘一下设置供应链关系的逻辑与目的。首先呢，我们使用区域限制服务模组呢，关闭了所有的农业开采设施的出口权，并为他们指定了一个唯一的目的地——小型谷仓。接着呢，我们又关闭了小型谷仓可以进口粮食的权限，要求它只能收购本地农田所产的粮食，并直接给3个农业加工设施供应原料。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呢，让所有的材料呢都汇聚到我们的小型谷仓，再根据农业加工设施的需求集中供应粮食，彻底禁绝我们农业加工设施在本地有存量的情况下擅自亏本进口我们的原材料。这样做的好处呢，其实是最大限度的提高了我们农业加工设施的运行效率，最大限度减少了农业加工设施的运营成本，最大限度减少出口粮食对本地农业区使用需求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又关闭了所有农业加工设施进口原料的权限，并指定他们所生产出来的面粉和动物制品只能送到相应的仓库场，禁止擅自出口二级工业制品。最后，我们又关闭了2个仓库场进口的权限，要求他们只能收购由3个本地农业加工设施送来的面粉与动物制品，并允许他们无限制的供应本地或者对外出口。那这样做的目的呢，不仅仅是为了集中管理农业区二级工业制品的使用与出口，更是为了集中供应独特工厂所需的生产原料。我们现在可以点击果园牧场来查看我们农业区的运转情况。如图所示呢，当前我们的收购成本为0，即所有的农业加工设施均使用了本地生产的粮食，并且全部原料供应充足，生产线持久不断。所以我们周收入呢也在快速增加，财政盈余呢也超过了2万克朗。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可以修建束河城里的第一个独特工厂面包店，并为它设置供应链关系了。我们现在要修改2个仓库场的供应链关系咯，在2个仓库的出口选项卡下均关闭所有本地区域，并在供应链一栏中呢输入面包店的建筑 ID， 同时将区域服务设为无。至于面包店的设置，其方法和思路呢和之前是一样的。我们在出口的选项卡下呢打开所有本地区域与所有对外连接，在进口选项卡下呢关闭所有本地区域与所有对外连接。到这里呢，我们对束河城农业区的扩建与供应链设置呢就告一段落啦。为了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下面呢我们用游戏原版的路线查询与后期制作，为大家直观的呈现出来这一供应链到底是如何高效运转的。我们将农田设为 A， 小型谷仓设为 B， 牛棚设为 C， 仓库场设为 D， 面包店设为 E。那如视频中所见呢，首先是一辆拖拉机将农田发出的农产品运输至我们的小型谷仓，即从 A 到 B。接着呢，又一辆拖拉机从小型谷仓出发，将农产品运输至牛棚，即 B 到 C。然后呢，一辆牧畜运输车从牛棚出发，将动物制品交付给仓库场，即从 C 到 D。最后又一辆牧畜运输车从仓库出发，将动物制品交付给面包店，即从 D 到 E。最后的最后呢，当面包店收到第一批的动物制品后呢，便会开始生产糕点。从 A 到 E， 从农业开采设施到农业加工设施，再到独特工厂，整个供应链沿着农业区的单行道方向一路向前，持久而高效地运转着，无需担心堵车、原料出口或者是供应不足。虽然独特工厂所产出的奢侈品必须要送到目的地后才能显示盈利，但经过我们对供应链关系的重新设定后呢，无论是粮食、面粉、动物制品或者是糕点，农业区每时每刻都有至少一种在出口盈利或者在本地出售盈利的。所有的农业加工设施和独特工厂也都在持续生产，不至于出现缺少或者进口原料的情况。这才是一个真实且合理的工业区正常运转起来该有的样子。以上呢就是如何使用区域限制服务模组根治天际线出口执念这一顽疾的办法与成果。一言以蔽之，当游戏 AI 比较智障的时候呢，就用人脑代替电脑去思考，并点对点设置工业体系的供应链关系。此时我们也刚好解锁了第4个里程碑，人口达到了1400人。运转良好的农业区为束河城带来了大量的税收，也满足了城市的工业或就职需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财政状况持续向好的情况下，我们新设一座警察局以改善治安。在修建束河城里的第1个墓园，以安葬逝世的市民。同时还可以将之前用于拓展农业区的贷款全部还清，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接着呢，我们让游戏以3倍速快速播放，并继续满足新增的商业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束河城的住宅需求再度高涨，是时候继续扩展城区了。
完成本地图第一个大格里剩余网络的规划之后呢，我们可以手动为每一个住宅区划出自长区域，这样可以强制他们盖出风格相近的建筑，使铁轨与高速之间呢棋盘式住宅区看起来更加的协调和美观。时隔游戏时间近1年，束河城财政盈余再次突破10万克朗，是时候该继续治疗我们的污染问题了。首先呢，我们将城市目前的主干路扩展到当前解锁区域的边缘，将原先普通工业区所使用的双向车道改为我们的单向双车道，并新增2条纵向道路，删除2条横向道路，使单行道路内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接着呢，我们将会造成土地污染的火力发电厂与回收中心搬迁至目前主干路的尽头，使它们的污染半径远离城区。因其距离供电区域比较远，还需要使用高压电塔接入城市电网。然后呢，在无土地污染的高速立交桥下放置水塔，以取代比例夸张且失真的抽水机。相应的，还要在火力发电厂旁边放置日落港口 DLC 新增的内陆污水处理厂，以完整构建新的城市水供应与污水处理系统。最后呢，别忘了拆除原先的环保排污口，这是因为它名字虽然叫环保排污口，但其实它还是会造成污染的，只不过相对于普通排污口要少得多。我们从画面上沿岸的发黑的海水就能看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静待第5个里程碑时刻的到来吧。好的，束河城的人口已经突破2600人了，财政盈余超过25万克朗，创下新高。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污染情况，可以从图示看到，原先的土地与水体污染已经基本消除了，我们的海岛终于可以出海捕鱼、靠水吃水了。使用日落港口 DLC 新增的捕鱼业，我们可以为束河城再增加一个第一产业的经济部门——渔业。首先呢，我们在海边放置捕捞码头与养鱼场，然后画出捕捞线路。接着，我们在原先普通工业区域的右侧放置鱼市场和鱼肉加工厂。
然后我们将农业区的区域延伸到原先普通工业区的左侧，分别放置农场工人宿舍和果园牧场里的果园及农业开采设施小型水果园。最后呢，我们使用区域限制服务模组将农田的供应链设置复制到所有的小型水果园，并在鱼肉加工厂和捕捞码头与养鱼场之间建立点对点的供应链关系，且只允许鱼肉加工厂有出口的权限。当然还要用到触摸它模组，将捕捞码头与养鱼场自带的原版道路替换为目前树合成所使用的英式15米双向道路。那至此呢，本地图开局的第一个大格已基本完成规划与建造。好了，那么按照惯例呢，我们再来花一些时间对城区进行简单的美化。详细的操作实录，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本期树合成正片附属的一点点时间视频观看。
本期数合成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啦，非常感谢大家对本系列的喜爱与支持，点赞与硬币。视频制作不易，还望大家多多三连。数合天气会在保证质量与内容的前提下，保持较快的更新周期的哟，请继续期待吧。